不困吗？那你看我的计划行不行？我看了，杭州景点特别多，我不想去挨个打卡。我们就任性一些，有个大概目的地就好了。明天到了杭州，先住店，不累了先去西湖逛逛，吃点好吃的。大众点评说外婆家不错，你应该喜欢。晚上再夜游西湖，吹吹风。然后第二天去清河坊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好玩的东西。那好像茶馆挺多，我们去坐坐。第三天再去西塘，杭州去西塘要走一阵子呢。我们去了西塘就住下，住哪个店？看演员，听说酒吧挺多，我们也去坐坐。第四天再闲逛西塘，吃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吃。最后一天早点回来，不耽误你晚上安排事情。你觉得行吗？蓝忘机听得认真，回答却显得很敷衍。很好，杜依你。哼，问什么都说好，不问你了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你有什么特别要带的吗？相机，我刚给你买的茶要带上，每天你都要喝。还有面膜，还有充电器，还要带你的拖鞋。你这个小别扭穿外面的肯定不习惯。毛巾也带上，湿巾纸巾都有了吗？魏无羡一边检查行李，一边补充。蓝忘机一言都拿过来。魏无羡把刚才整理的攻略发给自己手机，存好了。让蓝忘机先睡，就去洗漱了。听着浴室的水声，蓝忘机拨通了蓝曦臣电话。我以为你一回学校就会找我兴师问罪。哥，魏婴当时是不是伤得很重？我看到了8条疤，没伤到要害，流血比较多，心疼得很吧？怪大哥没看好他，给你赔罪。不怪，大哥尽力了，我知道。你们怎么样？目前很好。蓝晨曦眉头又锁起来，不是应该很好吗？怎么是目前？那小子还是那么绝情，隔着手机他都能感受到自家弟弟此刻的黯然神伤。忘机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明天我们2个去杭州旅行，不在学校。好，知道了。无论你去哪儿，大哥一直在。早点休息。兄弟之间不言谢，这通电话就已经是感谢了。蓝忘机觉得有这个大哥很心安，他希望有他在，魏婴也能如此心安。魏无羡湿漉漉的出来，看到蓝忘机侧躺着还没睡。美人出浴湿身图，好看吗？笑嘻嘻的就要去睡觉。好看。一边说，却起身搂住他往回走，去拿吹风机。不湿也好看。嘻嘻，我忘了吗？一个好看的人微低着头，另一个好看的人摸着头发认真的吹干，一个顺从，一个温柔。顺从的人在想，偏不吹，就要你吹，给我吹一辈子吧。温柔的人在想，想给你吹到白头，可是以后没有我你怎么办？头发吹干的时候，忧郁已经敛去，2个人相拥而眠。魏无羡定好了闹钟，还在交代蓝忘机，蓝湛，明天闹钟响了，记得叫我起床，不然误了高铁。好，你一定要叫我，别由着我睡。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旅行，我不能耽误了。迷迷糊糊说完话就已经睡过去了。蓝忘机听着怀里的呼吸，知道他已经睡着，无边的悲伤悉数散开。握一握魏婴留着疤的手，想象他是如何被恶狠狠地砍伤，那时候的场面应该是鲜血淋漓的，8个刀口，他其实根本不敢问具体情形，腹部3刀都捅进去了，想必是拼死握住刀锋才勉强保命的。这样的时刻，我竟然不在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护他周全。那些信誓旦旦的话真的太自负了，学校这方小世界，我蓝忘机都护不住他，何况以后面对大千世界呢？温情说，他在医院很听话，一定是多疼都不吭声吧，怕别人担心，就装得无所谓，别人心疼他，他一定还要安慰回来，说不定忍者一身疼痛，还要搜肠刮肚逗别人开心，最后还要匆忙出院，怕我担心，怕我内疚，还回来给我准备惊喜。手上的疤那么长，还要去煮饭，我还不问青红皂白去冲水，他有伤疤，我竟然还带他去吃了那么多海鲜，还由着他吃了1碗红辣椒，若不是温情推辞，他竟然还要喝酒，是不是？我当时是脑子锈住了吗？一颗颗泪珠滑下来，没多久就连成了串。当年就是因为觉得可以护着他，才执拗的要他答应在一起。他总是逞强，明明在这里各种不习惯，同学不方便的时候他都帮忙，明明不爱各种头衔，
老师请他分担的时候，他都不会拒绝。才大一，自己喜欢的社团都没空去，周旋在班级、年级、学生会、党支部各种杂事里面。别人周末都去玩了，他周末一个接一个的开会，忙不完的学生活动，写不完的文件。若不是悄悄跟着他，几次低血糖，他都恐怕倒在草地上一个人发作，真的是让人又心疼又气恨。可如今，现实的人生不是每天都可以装着棒棒糖守着他了。我要怎么留住他，守着他？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懒虫起床，懒虫起床，闹钟准时响起来，惊醒了蓝忘机。整理好了表情，他朝着魏婴吻过去。睡梦中的人被搅得迷迷糊糊的，哼哼。咬住下唇的时候，魏婴惊叫一声，终于醒了。疼！蓝湛气鼓鼓的瘪着嘴，又想了想，估计不用点狠招蓝湛也叫不醒他。重新来，我报个仇就原谅你。没等同意就压过去，没在唇齿逗留太久，直接去中了草莓。哈哈，你已经被我做了标记，路上安全了。起床喽！一边说着就跳下床去洗漱，一脸欢快也感染了蓝忘机。只要还在一起，就是最幸福的时光，一秒都不要浪费掉才对。这次出行，蓝忘机完全听从魏无羡安排，算是他第一次穷游。如果是他安排，直接一辆车自驾过去了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睡最好的酒店，吃高档的餐厅。但魏无羡偏不，他要像普通学生一样完成这次旅行。于是两个人起个大早，坐地铁去火车站。蓝忘机一路小心护着，第一次知道上班高峰是个什么概念。魏婴还有伤在身，却拉着他在人群中穿来穿去，挤得他心惊肉跳的。然后又一起坐高铁去杭州，车程1个小时，好在这里不拥挤，虽然是2等座，也挺安静的。原以为魏婴会在乘车期间补个觉，没想到他竟然没有睡意。两个人开始聊天。蓝湛，我非要拉着你挤地铁，那么多人，你肯定很难受。委屈你了。虽然听着像道歉，实际上一脸笑容。没有，你开心就好。其实顾不上委屈，就是担心你而已。要睡一会儿吗？蓝忘机还是怕他睡不够，太辛苦。我们两个正在一起旅行哎，我激动的要死，睡什么睡？魏无羡笑看着蓝忘机，蓝湛，你不问我为什么非要拉你坐地铁吗？我不是穷的打不起车。这个倒是真没多想，就以为他爱玩，为了体验，看来是刻意安排。为何？你有没有觉得，在地铁上、火车上，是特别典型的匆匆忙忙人潮人海，能够牵着一个人的手，一起奔向一个远方，那种感觉特别安定。魏无羡看过来的眼睛太亮了，蓝忘机有些呆住。以前，我经常在人群中有那种孤独失落感，不知道身在何方，去往何处，身边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可我却孑然一身。他环视了车厢一瞬，目光又转回来，现在我有你，心里很安定。你能明白我吗？蓝忘机一时看痴了，明明满腹痴心话，偏偏嘴唇动动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握着魏婴一双手轻轻摩挲，眼睛望向他，反复的看，像是回答，又像是确认。